爹，爹，怎么又抽伤了？不是让医生已经开药了吗？不管用吗？痛，我痛啊！爹，您吃饭了吗？你不是在学校吗？妈，我爹他……你爹的记忆有些混乱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。妈，最近怎么样？家里都好吗？那张婆子还来闹事吗？哎，自从把房子租给了这阿文啊，那个张寡妇就安分多了，但是还是爱听墙根子在背后说咱们家坏话。妈，再忍一阵子，很快我们就能搬走了。哎，妈盼着呢。
对不起啊，大少爷，我忘了您现在还病着，那我就先退下了。只有你陪我，不过也陪不了多久了。七爷。火烧文春里一事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这件事是不是他做的？如你所料，就是他。你有证据吗？购买文春里地皮的那家大盛公司，是一家空壳公司，里面有个王乡里，只在签合同的时候露过面。他是荣定坤的人，所以就是荣定坤。你如何知道的这么详细？因为我派人监听了他的电话，还有电报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和荣定坤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但你今天把我带到这儿来，应该不只是告诉我这些吧？如果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讨回公道，也许我并不需要呢。冯时珍小姐，我并没有恶意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荣定坤的朋友。我之前安插在荣家的探子被发现了，窃听设备被毁，所以我需要一个新人进入荣家，做我的耳目。孟先生桌上这份资料，想必写得很清楚。我只是个普通人，以教书为生。令尊还好吗？家里钱还够用吗？医药费有没有钱？当然，我相信你的亲朋好友会倾囊相助，解决医药费的问题。但是，令尊的大烟钱也需要他们付吗？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我从来不威胁女人，我是想帮助你，进而获得你的帮助。我会给你钱，让你去还债，同时保护你家人的安全。而你则由我安排进荣家，替我做事。
大概是天意吧。啊，是。我之前调查得很清楚，他家就是文春里东街上被烧毁的商铺之一。家里铺面、仓库、楼上住房，全都被烧毁了。而且他也没有丝毫隐瞒此事。表姨夫，您觉得哪里不妥啊？不好说啊。真有那么巧，文春里的人会误打误撞地进了荣家。可如果他抱有目的，那不是应该隐藏身份吗？这个女人有点让人看不透啊。冯先生很会做人，家里丫头老妈子都很喜欢他，方林方话也很尊敬他，甚至家上都能听他几句。能让家上听话，那不简单。你看他如何？像不像是来者不善？还不能下定论，需要时间多接触。不过，表姨夫要是不放心，干脆辞了就是，何必冒这个险？如果他抱有目的，她一个小丫头哪有本事进荣家？一定是有人背后指使。不留下她，怎么能找得出背后的指使者呢？明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七爷来了。七爷，坐。中秋节快乐！节日快乐！怎么样，在荣家过得还好吗？一切都好，多亏了七爷相助。看来这个苦肉计还是有用的。这么说，你跟那个荣家大少爷相处的还不错。这个荣家上虽然看着性格不羁，但是他本性不坏，就是个缺乏关爱的孩子罢了。摸清了他的心思，还是比较好打交道的。是吗？说说看。荣家上在学习上面聪颖敏捷，任何知识点一点就通。平时那些不学无术，都是做给外人看的。你对他还挺了解的，很好啊。这样的荣家上，更加需要旁人的认同。好好关心他，希望可以得到他全部的信任。他现在是荣定坤唯一的儿子，这个时候把他召回身边，定是有意把荣氏商行所有的大权交给他。荣定坤呢？怎么应付他？落难家人，知书达理，但是有一些卑微和无奈。如果他真看上你呢？有什么不妥吗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感觉荣定坤见到我的时候似乎不大对劲。你姓冯？冯先生？他好像有些怕我。荣定坤怕你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
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联想到一些惧怕的事。带几个兄弟去这个地方看看，切记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这两句啊，其实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人，其实他在这一句就有了一个解释。哦，是这么解释，这样也就通顺了。对，再看这一首。这里面作者所提到的像海风、玫瑰，还有这两个人何时感情这么好了？其实他指的是作者第一次见到自己心爱的女人时的一种感官、一种感受，并不是不过他俩确实像，真的在吃蛋糕。难怪皇室能选中他。时珍姐姐，你懂得真多。没有了，我也只是懂个皮毛。之后我们俩可以多探讨一下。是真姐姐。和一个侍妾争姐妹，她也不觉得自降了身份。这本书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下次我还可以推荐同类型的书给你。对了。那个陈妈是太太派去服侍冯先生的啊，是的，大少爷。我发现她喜欢听墙角，被我看见不止一次。我马上会处理，您放心。冯先生，我来给您送将洗好的衣服。怎么是你来了？陈妈办错事了，被管事调去厨房了。今后就由我来听冯先生的差。哦，辛苦你了，给我吧。那就有劳冯先生了。快去忙吧。哎。发现是我。过来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荣定坤这一走，带走了不少的保镖，剩下的人因着过节放松了戒备。我想进来并不难。哦，对了，冯小姐，我们循着坐标已经找到了那个岛，岛上有个仓库，专门接收一些转运的物资，相信那批古董应该就在里面。但仓库的守备极其森严，想要货品顺利出仓，必须要有荣定坤的印信和指纹，还有具体的货号。印信在哪儿呢？荣定坤不信任任何人，应该随身携带，此物并不易得。你告诉秦言，我会想到办法的。那冯小姐自己当心。世珍姐姐，你看什么呢？我在看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泰戈尔《飞鸟集》？你看这句：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，那你也有可能错过繁星。哎呀，我真应该多学点英文，我的词汇量太少了。你很聪明的，自学肯定没问题。我自学又如何呢？我的生活只有这个宅子这么大，学再多本事也是白费功夫。人生际遇有如潮汐，有涨有跌。虽然你眼前被困在浅滩，但不代表你永远都不能回归大海。我还有
回归大海的希望吗？少卿，能和我讲讲你曾经的梦想吗？我在女中读书的时候，和我一个同学约定，我们将来一定要去日本留学。我大哥能做买办，全靠荣老板抬举，所以我学什么，去留如何，我自己说了不算的。可是没有了自由和尊严，锦衣玉食又能如何？我从来都不在乎衣食，我有我自己的理想，我想要独立。可我在荣家是什么身份，姐姐肯定知道。这真的是我一辈子都洗刷不掉的耻辱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二姐，我二姐。少卿，没事了。我不好说二姨太太什么，但是少卿，你是受害者，你才是最值得被同情的。可他们都瞧不起我。我没有瞧不起你，而那些人，他们也没有任何立场去指责和鄙夷你。你说他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是他亲妹妹，如果生离死别也就罢了，可他这么做，就是为了顾宠。姐姐想走容易，但我却不行。少卿，我也不是打击你。如果离开荣家的话，你还能去哪儿呢？玩偶之家想必你也看过了。罗拉出走的是很洒脱，可是到了外面，没有生活来源，那这条路还能走多久？我并不是让你认命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外面的世界虽然有很多的美好，但同样也有风霜雨雪。但如果你真的想清楚了，做好了准备，即使遇到任何困难，你也会有办法应对的。老爷，太太，这几日家里可好啊？哦，老爷，这几日家里都挺好，就是，说，那个孙小姐和冯先生这几日走得很近，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在大书房看书。少卿平日总抱怨孤单寂寞，有个人能陪他也好。啊，小心点啊！胆子也太大了！我的人，他荣家上一句话，说换就换了。表姨，消消气，不过就是个盯梢的，也不缺他这一个。太太，杨先生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大少爷会突然出现，你们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大少爷问过你话吗？没有，大少爷就看了我一眼，转头管事的就把我给调开了。我发誓，我可什么都没说。那冯世珍呢？冯先生和往常一样，每日都是按点上课，没有做什么可疑的事。就是孙小姐这2日来找他，他们说的都是些诗歌，我也听不懂。哼，是吗？我还真会挑人呢。这冯世珍还真有两下子。
也不知道这小妹是蠢还是精。这样一来，老爷自然是要注意到那个女人的。老爷之前是对她没什么兴趣，可也架不住看多了，突然哪天就来了兴致。若是那个女人不老实，咱想个法子把她赶出荣家便是。大哥二姐，你怎么才回来？看书看书，你就知道看书，有时间跟那个家庭教师鬼混，还不如多陪老爷说说话。有什么可说的呀？说再多又当我打听机密。老爷多疑，姐姐不知道吗？那也好过跟那个姓冯的混在一起啊！我看他就是不怀好意。人家可没有咱们家志向这么伟大，萧家的脑袋就为了做荣家的人。你说什么你？我真是白养你了！这么多年供你吃喝读书，你倒好，成了一只白眼狼啊！总是推三阻四的你。你姐呢？她毕竟现在还没生出儿子，在荣家只能只靠你了。小妹啊，你怎么就不能为我俩好好想想？凡事都考虑你自己呢你！我们家是缺一了还是少食了呀？为了让你们俩过上奢侈的日子，把我一把推到火坑里面。亏你们俩想得出来！孙家祖宗要是知道，早就气得从坟里跳出来了。你的老爷喜欢你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等我生了儿子，欲壑难填。谁知道你们俩以后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野心？够了！你走，有能耐你现在就给我走！怎么了？你还不服气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小妹，你这浑身上下也就这点本事了你。999感冒灵，家中常备，暖暖的，很贴心。999感冒灵，邀您继续观看《流光之城》。你看一下这一题，如果用这个计算方式的话，就可以消除很多步骤，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一个计算过程。然后呢，你再试着把这个看一下，是不是会方便很多？世珍姐姐，好，还在上课呢。稍等我一下。这边快了，少爷，看一下刚刚我跟你讲的这个计算方式，懂了吗？没懂。我再给你仔细讲一下，就是用 A 来代入这个公式，这样两边的数值就可以相互消除，之后直接进行换算，少去了中间3步。这样讲懂了吗？哦，还是不懂。先生，前面的我好像也忘了。今天时间不早了，下课吧。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，明天我再给你仔细讲。先生，你不是说过有问题就要当场问，不要带着疑问过夜吗？我不是也说过，知识就像海洋一样，没有学完的那一日。先生着什么急啊？就是想见门外那个女人。先生是太太请来教我们兄妹的，可没有把那个女人算在里面。还请先生不要本末倒置，耽搁了正经工作。大少爷，请放心，我不会玩忽职守的，我只是同情少卿罢了。